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们在看话剧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。昏暗的环境里，他手机屏幕的亮度突兀又刺眼。我斜眼瞥了他一下，看见他迅速回复了一条微信就按灭了手机。我没问他什么，就继续看剧。那天话剧结束之后，我们准备溜达着去坐公交车回家。他热情地跟我讨论着剧情、演员，我开心地应和着。我突然想到演出中途收到的消息，随口问了他一句：最近项目很忙吗？怎么周末又开始干活了？他愣了一下，迟钝了1秒钟，只说了一句对，然后就岔开了话题。但那1秒钟的时间让我思绪游离，我突然有了别的想法。晚上他洗澡的时候，客厅的电脑登着微信，我走过去瞟了一眼，就看到了下午给他发消息的那个人。不是工作消息，只是问他今天在干嘛。他回复说，我和女朋友在看话剧。这个女生我知道，是他们公司项目组里一个年轻的同事。刚来公司的时候，他没有少跟我吐槽人家，说人家笨，说他连 PPT 都做不好，说效率不高，不知道是怎么面试进的公司。再往后提的少了，所以我逐渐对这个女孩没有了印象。网上翻了翻聊天记录，女生会在周一的早上帮她带咖啡，说新的一周要清醒的开始。她会跟她聊起别的同事的八卦，然后2个人一起订过外卖，一起约着在公司楼下抽烟，就连偶尔加班结束之后也会一块儿去吃螺蛳粉。他在加班结束的深夜关心那个女孩到家了没，那个女孩跟他约定说要做无话不说的朋友，他默许。他和这个女生提起过我，说给女朋友买了新包，那个女生发来羡慕的表情，说她真幸福。我看着看着不敢在网上翻，我害怕看到我无法承受的现实。我们大学的时候开始恋爱，毕业的时候一起商量留在这座城市，我进体制内拿户口，他在私企赚钱。我国考上岸的时候，他激动地跟他爸妈报喜，他拿到第1笔年终奖之后给我换了手机。我们共同描绘着未来生活的美好蓝图，也约定好结婚的时间，准备再过个1-2年就结婚。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的男女问题，因为我从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那种不近女色的人，没有什么异性朋友，偶尔联系的几个女生也是我们一起认识的大学同学。他的闲暇时间要么在家打游戏，要么跟哥们儿打篮球。我曾经特别自豪地跟我的几个闺蜜夸他，说他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对异性没有想法。当然，我也这样要求自己。和他在一起之后，我的异性朋友就成为了他的朋友，要出来玩都是一起玩，有事打电话，没事不闲聊。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跟另外一个女生保持如此频繁的聊天频率。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以至于我不知道他从洗手间里出来，我是该质问，还是该跟他说分手。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问我要不要点宵夜，他说他有点饿。看我表情不对，问我怎么了，我笑不出来，制止他的电脑。他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，这就是之前我和你吐槽的那个人啊。我问他我误会什么了，他说不上来，然后又说你别瞎想，真的没什么，我要是真的跟他有什么，我肯定会把聊天记录都删了，我怎么会让你看呢？听他说完，我突然又笑了。
不是不能反驳他，而是觉得好像完全没有必要反驳。他把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信任当成了有一天可以糊弄我的借口，混淆概念。明明是我从来不看他手机的习惯让他放下了对我的警惕，但现在却觉得自己坦荡。我拿出外套出门，深夜的街道安静得让人清醒。我在离家不远的麦当劳里把手机开了勿扰模式。我开始回忆我们的感情是在什么时候出现问题的。他喜欢打游戏，我拿并不富裕的薪水攒钱给他买卡，在我们租的小房子里给他布置了他的电竞区。他上班很忙，我就承担了更多的家务，留出更多时间给他休息。他偶尔跟我讲他工作的烦恼，我听不懂，但是会理性地帮他分析。我甚至回忆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第三个人。因为他一直都做得很好，他会陪我过生日过纪念日，会在每天下班的第一时间给我发消息。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一同看望父母，手机里都是给我拍的照片，即便不好看也没有删掉过。我想不通我们的感情哪里出现问题，以至于他需要另外一个异性的慰藉。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和那个曾经看不上的女孩有那么多话说，他什么时候铁树开花。我甚至宽慰过自己，是我想的太多。7、8年的感情走到现在，我很可惜也很难过，但我更伤心我们曾经共同给予这段感情的原则和底线被他悄悄抹去。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不能跟其他异性相处，而到头来感觉是我对他提出了要划清界限的要求。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里，异性当然能存在，但聊什么怎么聊，聊多久，却需要情侣们共同的探索。和我恋爱7年的男朋友知道我为人处事的所有原则，也清楚我所有的喜恶和底线。我们共同打造出了2个人都舒适的亲密关系，我不相信他不清楚我的态度。在他被外界吸引，试探着迈出那一步的时候，不论当时有什么样的原因和想法，起码在那一刻，他暂时放下了我们的爱情。